电车的优势啊，pick up。我觉得它很听话，在它的屁股，对不对？它的屁股哦，它会好像感觉啦啊，那个轮会特地摆动一点，让我对准那个头过弯的哦。虽然是一个前驱车，有没有？它推头的几率哦，它会减少。Hello， 大家好，又是 Eder， 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到跟丁冉冲上云霄系列啦。今天有一群朋友们陪我跑过山路，比如说2008 CJ 有接过车的啦，刷润问啦 ，A192 啦 ，MyV 啦 ，Marcus 的 City 啦 ，Jaden 的 Saga 啦，都在这儿。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来一个 Morning Drive， 所以也是顺便试一下 EV 车。那我驾的 EV 车也不多啦，驾了第3辆而已啦。面对这辆车已经4天了，所以至少有一些心得。非常感谢这一个视频 Winghin Room 啦，把比亚迪给借给我，所以你们可以去 follow 一下 BYD 巴拉贡 Winghin Venture 的 IG 或者 Facebook 哦。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希望花一点时间去 like and share。comment 下面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的话，好吧，那话不多说，我们上山 ，Let's go。Alright， 上山 ，Let's go。你们先上吧，我颠车。不要跟你们玩了，颠车。Start。你看，也没有声音了，记好。好，那这辆车有 driving mode 是 normal、sport 还有 eco 啦，所以我把它转换成 eco 这个 sport mode。好，那这辆车是没有汽油的所以它不能分 cc， 只能分 kilowatt 多少。然后只能说203匹马力，还有310的扭力啦，0到100 7.3秒左右这是数据上面讲的。然后现在我的电是在69%哈，我希望等一下应该可以啦上到顶再下来没问题因为等一下下山基本上我都是一直在充电 recharge。好，我窗也不开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辆车根本是没有引擎声，没有声浪，为什么我要开窗，对不对？只能试一下它的云顶是怎么样OK， 这不是我第一次开电车，当然电车不是说不好啦，只是说它没有什么乐趣而已啦试一下第一个弯，哎呦，摩托也是在做快，哇！一过完之后补油真的很有力轮胎呢是一个215 60 R18 寸，然后是一个 Atlas Batman 是一个节能环保 EV 车轮胎，所以它也不是讲很，一补油有没有？ESC 都在一直帮你工作，这轮胎不是很新bro。很软那 suspension。踩一下变65%了 ，Oh my god！ 应该可以下到。Thank you， 高安。很重这辆车1800公斤，真的不是开玩笑的。你很明显感觉到这辆车的车重。然后 body roll 也是比较严重的，因为怎么呢？它悬吊很软。这个是我拍过的 DJ 2008吗 ？CJ 的车是它吗？这刹车有一点不是很有信心，所以每次我不太敢 emergency brake。为什么我不敢关 ESC 你知道吗？因为它的轮胎不是很吃力，我怕。这个主要的重点。
我觉得这辆车的最大优势哦，就是我过完补油哦，它的瞬间扭力马上来，虽然它还是会有一点 cut off power， 不过就马上来咯，不用等降档，引擎点火。哇，你们真的很快啊 ，bro！说真的啦，电池如果想要上到顶哦，应该会有一点热啦。真的很安静。Marcus, that was Marcus. 怎么我没有放一个 meter 哈？因为没有 RPM 可以看，只能看它时速多少。相信你们都看得到啦哈。哇，这样子的底盘是为 EV 而打造哦，所以你会发现它底盘相当好，它不像那些 iX3 啊 BMW 的，它是拿 X3 来换成一个电车哦，所以底盘不错，相当不错哦。这样子的优势其实在 City Driving 啊，市区驾驶很好这样子。Thank you。哇！一脚补那个电门下去，就是啊，那个打了哦。电车的优势啊，pick up。哇 ，ESC 真的会帮我过弯哦。哇，很顺利带我过了，现在我终于拿捏到它的电门了。要顺着它踩，不能一下子给它踩到完。呜呼！如果它用次第的轮胎，它又不省电了哦，是不是？你明白吗？所以它用这种轮胎，基本上就是为了省电吧，舒服吧。你想象一下，突然换一个 semi slick 的话，你的电不是很快用完，又粘地耗电哦。哦 shit！往往都是在 pick up 那边真的提速哦，电车就是优势哦。我觉得它很听话，在它的屁股，对不对？它的屁股哦，它会好像感觉啦啊，那个轮会特地摆动一点，让我对准那个头过弯的哦。虽然是一个前驱车，有没有？它推头的几率哦，它会减少，因为它的屁股的可能它 ESC 在作怪啦。
我觉得这个感觉是蛮神奇的，you know。如果你问我享受驾电车上山吗？我坦白跟你讲，享受它的乐趣就比较少一点哦。比如说，没有的降档啦，没有的拉高转啊，它就是一踩就来，一个油一个门，应该是说一个电门，一个刹车，就这样子而已，这样子来踩。那时候我驾 BMW iX3 的时候，差不多到顶的时候哦。那个电池有一点热，它有一个温度表是看电池的，所以它的动力会下降啊。但是在比亚迪上面呢，我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到它有这种情况啦。应该可能就是它的 Blade 的电池，刀片式电池厉害。其实我觉得它的高速过弯反而它的 body roll 没有这样严重诶，侧倾反而 OK 耶。它感觉底盘是很，因为重量来支撑着它，你知道吗？底盘又低嘞，哦，重心低啊，应该是说，你看，我要对准什么车头都可以。哦，那个 ES 一直在那边作怪。没有车就是好。哇，他一直看跑我，你知道。来到这边好像是有一点没有什么 power 了哦，哦，没有这么暴力哦，可能电池热了哦，不用紧，我顺便等一下他们啊。来这边我感觉到真的是有点弱了，刚刚讲不了，所以不要踩这样多电门了。其实真的很轻松哎，如果你讲这样子上山哈。哇，外面冷哦，风大哦，真的有优势啊！哇，现在49% 而已哦 ，bro， 有一点耗电哦。我给他知道我来了，因为要不然他好像要吃出来我的胃，你知道吗？开一个天窗 ，off aircon。哦，外面冷哦。我不开窗不可以，知道吧？因为它冷气已经是不够冷了。幸好我在这个时候来，冷吗？这样电池又没有这样热了咯，是不是？I like it, man. 哦，他以为我要去撞前面的车，所以他一直帮我刹车。哦，呜呼！哇，很冷啊！给。好了，我换回 Eco 就好了啦哈。
可以来先说一下我的驾驶心得啦。哎呀，我刚刚忘记把那个方向盘呢换成了 Sport， 我真的是忘记了。其实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啊，你这里按一下 Vehicle Setting， 然后你可以把 Setting 换成 Sport。哎呀，忘记了。但是刚刚我驾上山，我完全是没有去感觉到方向盘很轻啦。虽然在城市驾驶真的是觉得很轻，但是知道我在云顶的话呢，因为是电池嘛，对不对？它就会稍微重一点点，它没有我在城市驾驶的那种轻度，所以 Sport 肯定会更重咯，更有一点扎实感哦，哈，更紧哦。刹车也是可以换成 Sport 的。哎呀，这个也是我忘记了啊！今天早上起来根本是没有想到要换这个模式。差不多到顶的时候呢，虽然它的动力已经有开始虚弱了一点，但是它在0到60那方面呢，它还是比较快的。只是过了差不多80多 km 把握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它的动力没有之前那个猛了的，这是肯定的。因为其实你以为驾电车的话呢，不用看温度，其实是要的，因为电池也是有温度的，一直在供电啊，还是电动马达啦，会热。但是可惜哦，这辆车是没有的，看它的那个电的温度。反正操控方面有惊艳到我，因为我在城市里面驾驶的时候，我老是觉得，哎呦太软了啦，不能啦，过弯body roll 很强啦。但是我在加上云顶山路的时候呢，我很莫名的发现到，它body roll侧倾到一个程度之后，它不会再更严重了的，因为它底盘的关系吧，是为电动车而设计的底盘，所以它比较可以算是比较稳固一点的，它也可以算是比较低重型一点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子的原因啦。车身重1800公斤，不像上次这样我驾 iX3 上山真的很辛苦哦，很重哦，我转左再转右，它来不及很快的反应给我。反正这个 OK 嘞，虽然前脚软啊，但是我看到外国哦，把比亚迪哦这个 Auto 去改得很漂亮诶。其实它本身原装已经是很漂亮了的，但是如果再改下去，我不知道避震可不可以改啦，我不知道改了什么啦，反正就是看起来哇轮圈大了，然后车身降低了，很帅。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的话呢，悬吊再硬一点哦，我会觉得很好驾，真的。好，耗电一下啦，我上到来先44把，在山底的话都69还是68，因为我一路上飞快车。这辆车因为是太安静了，电车嘛，所以为什么退后了或者是往前走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嗡嗡的声，这是要让路人知道哈。OK， 然后这个声音是不可以关掉的，但是可以换一个声音，但是我又不是很喜欢那个声音，所以我喜欢 standard 多一点。这个360度 camera 无可否认真的是很清晰哦，蛮喜欢一下的。晚上的时候也是很亮哦 ，OK 的。哇，真的外面很冷啊，看得出，这个风又大哦，我真的是蛮喜欢的。OK 啦，关掉。它提醒我要充电，所以我驾了20 km， 哇，我用了17.3 kWh 哦，所以我从一路山底飞着上来山顶20公里，花了大概25% 的电池哦，不是开玩笑的啊、哦。哇，真的是很冷，蛮爽一下。真的是蛮好驾的，我这4天以来我都蛮享受这辆车，在市区驾驶都很舒服，很好，很棒的一个车。充电也是蛮好玩的，其实我也认识很多新朋友。各位啊，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想要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分享打开小铃铛，明天再见。很冷呐，拜拜。